室友穿男装很帅，我把两人合照发网上，有人回复：小心这个男的，他眼路300，好似谭颖，是个变态杀人犯。我吓了一跳，慌乱的想要藏起来。酱汁，你这么早睡着了？我立刻抓过被子蒙住头，嘎吱，门把手旋转，卧室的房门被打开。今天睡这么早啊？一只手探过来，把被子从我头顶往下掀。我闭着眼睛一动不敢动。我虽然闭着眼睛，也能感觉到他的视线在我身上扫来扫去，带着一股不怀好意的阴森感。真睡着了？轻轻伸手摸我的脸，两根手指顺着脸颊一路往下，冰冷粗糙的触感激起一阵战栗，我几乎要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了。就在这时，楼上忽然发出咚的一声巨响，像是椅子倒地的声音。轻轻的手一顿，过一会儿，好像有人拖着椅子走来走去，响声更大了。真烦人！轻轻不耐烦地朝头顶喊：你有完没完？能不能安静点？他喊得太响，我不能再装睡了。我犹豫片刻，睁开眼睛，做出一副迷迷糊糊的样子。青青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楼上又开始了，我上去跟他说一下，你继续睡吧。轻轻安慰似的朝我笑了一下，转身带上门出去了。等他一走，我立刻扑过去反锁房门，身体贴在门上，大口大口喘气。放在口袋里的手机又震动起来。小美发了一张图片过来，这是物业给我的。我就说吧，楼上根本没有人住。图上是一张小区客户的动态表，表格里显示6栋1301状态为空置，正常的空房都是代租，那些房东没有出租需求的空房才会特别标注为空置2个字。我脑子有点僵，可是楼上又发出噪音了。青青刚上去呀，楼上那个莹莹脾气差，又是个话痨，每次青青上去都能听见她在那边大喊大叫，两个人要说好一会儿话，青青才会下来。楼上是绝不可能没人住的，但小美发的这个图片也不像是假的。我大脑机械地转着，联想到刚才那个老神棍说的话，心里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，难道说青青在楼上囚禁了一个女人？青青不会真的是变态吧？我被自己的念头吓到，想找小美把情况说清楚，然后去她房里躲着再报警。可一翻到我们两人的聊天界面，才发现小美又发了一连串信息：你怎么老不信我？我骗你有什么好处？楼上根本不可能有人啊！青青上去也没用，搭成一个人在走廊里傻站着呢。你等着，我去给你拍个照片。我握紧手机，倒吸一口冷气，完蛋了！小美做事情怎么这么莽撞啊？这要是去楼上，正好撞到青青，我不敢再想下去，立刻冲到客厅。我跑到走廊上的时候，看见电梯门正缓缓合上，小美穿着个粉色的摇粒绒睡衣，开心地朝我挥手。我扑过去按下电梯键。小美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你来的正好，走，我带你上去看看。小美不由分说，一把拉住我的手，把我往电梯里拽。我大惊，你放手，我不去。你听我说，青青是个杀人犯，他在楼上囚禁了一个女人，我们得快点报警。酱汁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忘记了，青青那个朋友就是警察，不是来你家好几次了，警察能跟杀人犯当朋友？我一愣，这才想起来，青青确实有个当警察的朋友，叫李俊杰，长得人高马大的。有一次青青喝醉，还是李俊杰把青青送回家的，他还穿着警服，吓了我一跳。如果青青是在逃的杀人犯，李俊杰不可能不知道吧？这么一想，我又感觉是自己疑神疑鬼了。奇怪，如果他不是变态，那1301里面的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小美按下13楼的电梯键。哪里来的女人？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你就放心吧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你看走廊里都是监控，哪里来的杀人犯啊？就算他真的是变态，我可是跆拳道黑带，我们2个还打不过他一个。电梯很快就到了13楼，门口空荡荡的。小美指着那扇黑色的大门，看见没有？我就说这里没人。我们边说边朝走廊深处走。很快，小美脸色僵硬，说不下去了，因为那扇黑色的防盗门居然开着一条缝。奇怪，这门怎么开着？小美握住门把手朝外拉，门开得更大了。她探着身体朝里看了一眼，眼珠子立刻瞪得老大。妈呀，怎么了？青青在里面吗？小美却像没听见我说话一样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里面，然后走进了屋里。我不敢一个人留在走廊上，只能硬着头皮跟进去。